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来自耐克的 Zoom Kobe 3 Pro Chill 科比3代的复刻升级版。中底从元年前后分离式的 Zoom 气垫改为了全掌的 Zoom Straddle， 同时去掉了元年在指骨位置处的碳板，外底的橡胶更改为了更耐磨的 XDR， 鞋面的填充也比元年更加厚实，但随之带来的是重量方面的上升，单支 42.5 码的重量达到了455克，相比同尺码的元年科比3代重了将近30克左右。元年的科比3代我穿的时间还是挺多的，它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脱脚或者是笨重的感觉。但是这一次复刻的科比3代一上脚我就能明显感觉到脚底下的重量一点轻盈的感觉都没有，初上脚的感觉就让我非常失望。本来我是想做一期复刻和元年之间的对比视频的，虽然我这一个大师之路也算不上元年，但是起码忠于元年嘛，对吧？除了配色之外，跟元年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但是一上脚我就发现这两双鞋没有任何对比的必要。两双鞋除了在外观上面区别不是特别大之外，其他各方面的体验差距都不小。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期视频主要还是来聊聊这一双复刻版本的科比3代，它在实战方面的体验究竟如何？时不时可能会带到一些它跟元年版之间的区别。当然最后我们也会总结一下，看看它会更加适合哪种类型的球员去进行选择。元年的科比3代在抓地方面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只是耐磨确实不太行。而这一次的复刻版本把外底的橡胶改为了全掌的 XDR， 耐磨对比元年确实有着不小的一个提升。在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下来，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磨损，外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也能够达到75以上，非常硬，想要用来打外场完全没有问题。甚至等后续它的价格再下来一点，你要穿它去打水泥地，我都觉得 OK。 但是换来出色耐磨的代价就是抓地。元年出色的抓地表现在这一双鞋身上不复存在，它的止滑效果非常不线性。在我们做侧向急停动作的时候，它第一下止滑的制动力度其实并不小，但是马上就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一瞬间的打滑，然后再慢慢的让我们停下来。这种不线性的止滑效果会比单纯的抓地不好更加让人害怕。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掌控，或者说是去适应它的止滑距离，你永远不知道它这一次会让你停下来，还是让你滑出去。在穿这一双鞋打球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不管做什么动作，我都会畏首畏尾，心里完全没有底。而且在我测试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打球的场地有过各种情况，有灰的时候，有干净的时候，也有略微反潮的时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它的止滑效果都没有办法让我满意。但是在同样的场景下，元年的科比3代就完全不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抓地非常稳，指哪打哪，做动作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干脆。而且这是一双已经有着10多年历史的篮球鞋外底的橡胶多多少少肯定是有一些氧化了，但是在实际体验下来，两双鞋在抓地方面的表现差距真的非常大。这一次复刻版本的科比3代，我会更加推荐大家只在室外的场地使用，好吧？在抗扭方面，它的表现完全没有问题，在中足部位的碳板得到了保留，很好的保证了球鞋中段的刚性表现。不管做什么动作，球鞋的形态都能保持的比较不错，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而且因为前掌没有任何的硬质板材，弯折也特别的轻松，不管是变向还是做一些交叉步动作，它的中底都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的阻滞。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整一个外底的设计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偏 old school 一些的。相比现在的一些篮球鞋它会比较平整，而且有着一个较大的防侧扳脚，所以跟现在那些搭载全弧形外底的篮球鞋相比，它在灵活性方面的表现肯定是会稍差一些。但是我相信会选择科比签名鞋的兄弟，尤其是选择这个科比3代的兄弟们，应该都不会是小坏灵，对吧？稳定性，正如我上面所说宽大且平整的大底，再加上较大的防侧扳脚设计，穿上脚的感觉四平八稳，非常安心。但相比元年，它的中底重心稍微有一点点的上升，元年还能勉强算得上是一个保底快靴，但是这一次复刻版本的科比3代明显就是更加偏向于团队的一个中底高度。虽然稳定性依旧出色，但相比元年确实还是有所下降。OK， 基础性能就是这样，除了抓地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之外，其他方面的表现都非常棒，强度优秀，稳定拔群，打球绝对没有任何问题。要上强度
度也都 OK。但是啊，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平时打球的场景是不是能够跟这一双鞋进行匹配，好吧？尽量选择一些干净的室内木地板，或者就干脆用来打外场。如果场地条件不能够适配，那就尽量不要去选择它了，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的风格化处理，看看这一双鞋究竟是不是好穿，也看看它会更加适合哪种类型的球员去进行选择。在脚型适配方面，这一次的复刻版本相比元年来说，它的鞋楦会稍微宽一些，会更加适合亚洲人的脚型，对于脚型的适配度也会更广一点，宽脚也可以放心选择。当然啊，如果特别宽的话，还是要适当选到斑马，好吧？在更换了更加厚实的鞋面以及鞋舌之后，拉紧鞋带，你能明显感觉到整一个后半部分的包裹确实非常出色，整一个脚踝都被牢牢的包裹住了。但是它这一个后鞋舌掉链子了，一旦你没有注意到它的位置，它的缝合处就会顶我们的踝骨，非常难受。在穿这一双鞋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调整好它鞋舌的位置，不然可真的要遭老罪了。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其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管是包裹的舒适度还是紧致程度都恰到好处。只是像我这一种脚比较偏窄的兄弟们，如果你们选择了这一双鞋，可能还是会觉得前掌有一点点偏宽。我啊，还是会更加喜欢以前耐克的鞋楦。当然，在我们做一些对抗蹬地或者侧向急停动作的时候，双脚在鞋内不会出现明显的位移，后跟的锁定也非常出色，完全不会有掉跟的感觉，也同样不会有顶脚趾的情况出现，动态锁定完全没有问题。即使是像我这样偏窄的脚型，也可以放心选择。不过它加厚了的鞋面以及鞋舌，还给它带来了一个我个人比较在意的问题，就是整一双鞋在上脚之后，你会明显发现它比元年要臃肿了不少，美感会下降特别多。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意这个点啊？反正我个人是有点膈应的。我希望它也能像科巴一样，在后期出一些元年的薄鞋舌版本。如果真的会出，应该会有不少人甘愿当韭菜，其中一定会有我。鞋面强度大家可以放心，在做一些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它能够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后跟也能很好的与双脚贴合。在对抗的时候，它能够牢牢的锁住我们的双脚，整体的强度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要上强度啥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它中底方面的改变，彻底摧毁了科比3代这一双传奇战靴。元年的科比3代前后分离式的 Zoom 气垫，并且啊，在前掌气垫下方还有一块横置的碳板，场地感非常出色，而且啊，反应性也特别拔群，在发力蹬地的时候，脚底下不会有任何一丝泄力感，而后跟的马蹄形 Zoom 则能提供给我们出色的缓震。这一套中底的搭配组合啊，我相信应该很少有人会提出质疑吧？它就是耐克旗下完全不会出错的一套中底公式。而这一次换成了全掌 Zoom Strobel 的科比3 Procho， 一上脚我就知道这一双鞋废了。在刚上脚完全还没有进行任何磨合的情况下，你就能立马感觉到全掌 Zoom 所提供给我们的出色脚感，也就是很多人口中所谓的踩实感。场地感啊非常模糊，而且反应性也比较一般。在发力蹬地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脚底下的不干脆，特别肉，响应速度特别慢。而且啊，如果你的脚底下比较有力，在发力蹬地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它中底的气垫被你踩穿了，脚会直接触碰到气垫下方的泡棉，而且它的缓震极限也不算高。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震脚感。当然啊，它绝对算够用，除非你对于缓震要求是特别高的，不然它的缓震一定是够用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而至于它的跑跳体验，大家就不用想了，在没有磨合的情况下就已经有踩实感的一双鞋子，是很难会有出色跑跳体验的。当然啊，AJ39绝对是个例外。而复刻的科比3代，因为它偏老旧的外底造型，鞋头并没有做出夸张的上翘，滚动感自然不会特别出色。加上它偏软的中底调教，在蓄力起跳的时候，完全感受不到任何来自中底的力反馈或者是助推感，有的只会是泄力。虽然中底的过渡确实非常棒，在正常跑动或者是蓄力起跳的过程中都不会有断层的感觉，力传导非常出色。但是啊，追求跑跳体验的兄弟们，你们就不用去考虑这一个鞋款了，
你们一定不会喜欢，好吧？科比3 Pro 球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C 减，这一双鞋如果你是想要用来打球的，买来实战的，我完全不推荐，除非它将来的价格能够降到500以内，那拿来打打外场确实还不错，中底也挺舒服，强度也够，耐磨也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科比的死忠粉，对科比的篮球鞋有着不一样的情感，总觉得当我们脚下穿的篮球鞋上面带着科比 logo 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严格的去督促自己，去努力完成训练，去做好每一次防守，去拿下那些我们应该要拿下的分数。那我们想要购买科比的任何一代鞋款，不论价格，不论颜值，不论性能，都不需要任何理由，这就是偶像的力量。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来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